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师祖，放开我！师祖，您看看，我把谁带过来了？这什么情况？倒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。完了！这下司马教非得把我挫骨扬灰。你这些年都跟谁在一起？一个叫石千缕的老头，我管他叫爹。石千缕，你叫石千缕爹，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给我洗髓，教我杀人。你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我与你是仇敌，为什么来你身边送死？这厮怎么还有真化 buff 这种技能？你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指定是石千缕的手笔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休想逼我出卖他。你听好了，你叫廖廷彦，你是我的道侣，和那个姓石的半点关系都没有。石千缕想让你叫他爹，他配吗？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，你明白吗？道侣，你确定不是仇敌吗？对不起，方才是我太心急了，我不会再逼问你。他为何对我这般温柔？无妨，
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情况有点不对劲，我得先观察观察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这个野娘们儿，竟把老子的兄弟给杀了，还对师祖动手动脚！我杀了你！你杀过人了？杀了又如何？若不是你卑鄙偷袭，就凭你结英的修为，不可能杀得了我兄弟。竟从炼虚退回了结英，难道是那时伤到了？师祖这娘们！他是不是太维护我这个仇敌了？你为何事杀人？我的好姐妹惨死在那2人手中，我要为她报仇。我曾经逼你杀过一回人，你又哭又做噩梦，怎么如今被石千缕迫害成这个样子？这个世道，不杀人怎么活？我答应过你，以后不会再逼你杀人，也不需要你再杀人。我绝不食言。今日之事，我会为你处置外面那些闹事的人，不用你动手。冤有头债有主，那2个泼皮已经死了，但他们的族人是无辜的。可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愤恨，还并未消散。如果你只是想杀了那2个已经死了的人泄愤，我可以将他们复活，让他们再死一回。如果你能复活他们，是不是也能复活红罗？如果你想，便可以。不过你这朋友已经没有了肉身，我只能用祭魂托生之术，让他重新出生。重新出生，那就不是复活，是投胎转世。不一样，祭魂托生之术能让你尽快看到他，并且在他出生之后，能够拥有从前的记忆与感情。之前的死亡，就如同一场梦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能见到红罗了。这红罗对你而言如此重要吗？嗯，他是我在魔域最好的朋友，是这些年来唯一真心待我的人。谢谢你。我也曾真心待你。不记得没关系，你还在就行。醒了？嗯。可有好一点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头好痛。哪里？
脖子也好痛，肩膀。肩膀。逗你玩的。这是哪儿啊？风花城。你现在是这城的城主，施玉香。施家。嗯。我们现在打入敌人内部了。风花城在庚辰仙府外府，施玉香虽然是施氏一族的人，但她不受重视。可是他看起来过得应该挺逍遥快活的呀。施玉香向来嚣张跋扈，建了一座风花城，外面的人都把风花城叫做风月城。你给我找这么一厉害角色，还真是难到我了。娇娇如此能屈能伸，那我岂能辜负了你的一番心意？胆子大了。城主，您起了吗？哎，停！城主，外面的人不让我进来。嘘，大呼小叫成何体统？城主若真想宠幸你，自会叫你进去伺候。我是你们城主的朋友。哎，你，城主，此人声称是您的朋友，但小的从未见过此人。他是我朋友。城主，此人莽撞无礼，姿色平平，甚至还不如您身后那位。您怎会与这种人结识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是我朋友的人，姿色自然是比不上我这一位。城主，放肆！床上那个，城主都已经醒了，你不好生服侍，给城主打水洗漱，伺候更衣，居然还在床上躺着。明日我便把你赶回乡下。好大的胆子！我的人，还轮得到你来教训？城主恕罪。城主，需要我服侍吗？不用，你继续躺着。还不滚出去！是。刚刚庭燕的那个模样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？还不是跟师祖学的，威严示人。我何时有过这般模样？那我没习得您的神韵喽。念九，叶如灵对你利用多于情义。若你想要师父教你做人，我为你再寻一个便是。以后除了师祖，弟子不想再要任何师傅了。念九，我听说这风花城挺有意思的，要不我们一同去逛逛？好。我要带你先去一个地方。哦，那你只好自己先去逛逛了。那我等你们。嗯。可是有新生灵火的消息了？没有。但是有人会主动带我去找他。谁啊？石千缕。依计行事。来人，
公主。我近日要出门一趟，你们务必要看好少公主。是。少公主，少公主！我去杀了石千里那个狗贼！城主，城主，城主，救我吧，城主！有人看我下吧，看公主，看我吧，看我吧，城主，看看我，城主，选我吧，城主，选我吧，选我吧，选我吧！师祖，你干嘛带我来尸鱼乡的宝库啊？你以前都不用法器的呀，怎么突然来看了？这个干嘛用的？防御。这不会都是给我用的吧？这个鼻环就算了吧，真要挂上，感觉我这漂亮的鼻子都要掉。这是鼻环。这么夸张，感觉像是给牛用的。不要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不可以，我不同意。这些真的都是给我用的吗？当然了。可是人家不喜欢嘛，算了，行不行？我已经能听到你在心里骂我了。我最近脾气真的很不好，警告你不要惹我。那这个呢？你喜欢吗？哎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漂亮。可惜它不是防御法宝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你真的对我有感情吗？这又是什么？丹药，味道还行，吃了可以平心静气。哇，心情好好。拜见城主，拜见城主。城主，城主，走开，别来烦我！选我吧，城主，这不是有一个吗？我是一件也不会穿的。逗我玩呢！司马教你几百岁的人了，跟小孩一样幼稚啊！怎么突然打雷了？心情不好，连天气都来凑热闹。的确是笨重了些。师祖，元彻来信了。
你看，计划已展开，请静候消息。石仙侣要上钩了。师祖这是在为庭宴制作法器吗？我看外面雷声作响，是不是庭宴就要渡劫了？你倒是聪明不少。难怪你要带庭宴来风花城，是因为这里有渡劫宝物，还有雷鸣山谷，可以帮助庭宴渡劫，对不对？可是庭宴要遭受的雷劫，应是49雷劫。按照他的修为，加上您的功法辅助，应该能轻松渡劫。那师祖为何还要费力做这么多？我不会陪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天道气运向来针对司马氏一族，我陪着他，只会令他更危险。这不是个储物法宝吗？怎么成防御灵器了？你亲手炼制的啊？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到底有多少层防御禁制啊？说完了吗？不数了，这么多肯定用不上。总会有像上次那般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。我思来想去，还是炼制防御法器最为妥当，能在危险面前保你无虞。最近肯定不会啦。你很快就能用上。为什么？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啊？你让我睡不着。司马娇，我也没做亏心事啊，怎么心里这么慌啊？娇娇，这雷有问题。娇娇，哎呦，我心里真的很慌。以前打雷我心里也不这样的。你很快就要突破炼虚期了，所以会有雷劫。啊！难怪我最近如此烦躁。原来你送我防御法器，是害怕我被雷劈死。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身修者吧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行行行，你最厉害了。要不这段时间你还是别碰我了，我还没有准备好渡雷劫。你别摸我！你现在就去渡雷劫。
知道我为什么选石玉香吗？你想当我的小白脸？他也是化神期修者，就快突破了。这么巧啊！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雷鸣山谷从前是司马氏一族所有，可助渡劫。但如今，只有失势之人，才能享此优待。那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保护罩啦。你自己进去吧。哦。真让我一个人啊！作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考试人才，最出色的就是心理素质了。放松。按照我的资质跟灵根，从化神期到炼虚期一般是4-9天劫。雷鸣山谷能削弱雷，我有娇娇给我的超强防御法器。还有这么一身修为挡着，不就36道雷吗？肯定没问题的。这么快啊！这雷的架势是要把我劈个灰飞烟灭啊！这不是4-9天劫，这是9-9天劫啊！不是说只有即将飞升成神的大成修者才会有9-9天劫的吗？我一个化神期，何德何能啊！这雷哪里是渡劫啊？明明是想劈死我！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神修者吧？如果我在这儿被劈成了碎渣，那人的脸一定被打得很疼。我再挣扎一下吧。
安静坐好，不会有事。不是让你好好坐着吗？怎么不听话？司马交，我心跳好快，不知道是刚才雷劫阵势太大，让我心有余悸，还是此刻的你太让人心动。你能不能好好谈恋爱了？这么大的动静，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？在这里渡雷劫，外面不会引起异响。如果好好照顾，就算你伤口恢复得慢，应该也能在10天内痊愈。这是特地为我准备的。对啊，谁让你是我的小白脸？我不想包扎，麻烦。不，刚上过药，不包扎的话伤口很容易裂开，就包1天，包1天好不好？等伤口稍微长好一点，我们再拆，啊？哎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好担心呐。就包着嘛，我都用了你给我的璎珞项圈了，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心意，你要是不用的话，岂不是白费了？求求你了。
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撒娇啊？那你看出来了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挺受用的。如果换了别人，那么高的修为，受这样的伤，吃点灵丹很快就能好。可司马娇却不能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比你先死。司马娇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血凝花的香味，气息像是从血液里溢出来的。是吗？这个世界上，是不是只有我才能闻到你的味道？你特地找到这里，又特意给我炼制了那么厉害的防御法器，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这次雷劫不会那么简单？对，因为你的身上有我的气息。天道气运，容不下我司马氏。他想杀我，你身上沾染着我的气息，所以才会引来这9雷劫。我本来想趁你在渡劫的时候离你远些，或许你能侥幸避过。无奈这上天，连我的气息也不愿放过。这天道怎么那么可恶？还要祸及全家。怕了？怕我连累你？我当然不怕。但渡雷劫好麻烦的，我的修为还是不能长得太快。师长们，灵山上所有被灵力破坏的地方，
皆有司马交和灵火的气息，看来他这次的矛头，依旧是指向您呢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这司马交重伤未愈，竟还如此的狂妄。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恐怕其他的灵山都会落到百峰山那样的下场。来人，掌门有何吩咐？速去召来10几名高修为的弟子，前往五峰山加强防备，不能让任何人再次跨入。是。袁公主，这五峰山有我师氏一族的极为重要职务，你随他们一同前往，替我守住五峰山，一有异动，立即汇报。是。父亲，灵火并不在五峰山，难道您是想瓮中捉鳖？这袁彻定是有备而来，那我们便将计就计吧。我们就是要利用袁彻这个诱饵，将司马交诱至五峰山。我会带着弟子在那儿潜伏。好。哦，对了，父亲，那藏有灵火的太微山也需要多加提防，孩儿带亲信暗中前去护卫。你可一定要注意隐匿踪迹啊！务必要守住太微山的防线。待我们擒住了司马交，换了他的血，便可找时机融合新生灵火了。掌门，叶公主来了。让她进来。是。你先去准备吧。是。叶公主，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往五峰山，那是你带着你的族人返回魔域的大好机会啊！这次，你可要拿出你最大的诚意来。司马交在五峰山，他设下的局，他一定会去的。师祖，袁彻来信了。请随灵力指引前行。鱼上钩了。什么鱼？石千缕吗？你不必忧心这些。我想知道。念九，你快告诉我。这施家灵山地域呢，甚为广阔，即使师祖转换了诸多傀儡人前去寻找，亦要耗费不少时间。所以，师祖便故意让袁彻以他的灵力破坏施家灵山，这样就可以引起施千缕的戒心。哦，如此，施千缕必会派人前往灵火藏匿之处加强防备。我们只要悄悄跟着他的人，便能找到新生灵火所在。你留在这里，我去就回。不，你伤口还没有恢复，我也去。虽然不一定能帮上多大忙，但是我同你一起，总比我一个人胡思乱想要好吧。只此一回。走。袁公主，我施家随行弟子已就位。好，随我前往五峰山。是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回禀掌门，弟子已召集300高修为弟子与您同行。旭儿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已准备妥当，孩儿随时可以带亲信秘密前往太微山。很好。既然师掌门让我们守住五峰山，那你们先留在此处，带我去周围确认无异状后，再与你们会合。是。掌门，师掌门，不要忘了你我之间的承诺，杀司马交可以，但不要伤了廖廷燕和黑念九的性命。叶公主还真是重情重义呀，
只要你拿出你的诚意，我自会一诺千金。司马交即刻就会现身，一旦出现，立刻围剿。是。不知父亲那边如何了？少主不必担心，掌门所带的数百名弟子，修为大多在化神之上，且有掌门坐镇。如今司马交又功力受损，必定难以脱身。我们只管先去太微山守住灵火。这庚辰仙府啊，就快易主了。走。原来那老东西把灵火藏在了太微山。你怎么料到五峰山没有灵火的？还知道他们会分两路？五峰山也有先前布下的傀儡人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能通过傀儡人感应到凤山血脉的踪迹，所以你一早就知道五峰山没有灵火，同时又料到施千旅不放心真正新生的灵火所在，定会派人前往守护，所以他会分两队人马，一方诱你入局，一方去守护灵火。因此你干脆将计就计，命袁彻佯作中计，同时在施真旭身上施以追踪术，让他给我们带路，避免我们大海捞针。天资聪慧。看来袁彻并未与司马交合谋，司马交也没有被你的计策所蒙骗。孩儿已准备妥当，可随时率亲信弟子秘密前往太微山。糟了，中计了！真旭，司马交追的是你，停下来，速速回府！是谁？袁尚，你本可以多苟活几日，偏偏要在我面前找死。施家老贼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居然想加害于我，无耻之极！哼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与魔族勾结的窝囊废，我杀了你，你死有余辜。你残害无辜，为达目的大肆杀戮，与司马交相比，你才是那个丧心病狂罪人！待我执掌庚辰仙府，谁是罪人，谁是圣人，都由我说了算。老东西，我杀了你！圣儿。袁彻，你也来找死！雪天驴，不配为人！走！父亲，是孩儿无能，总是拖累您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你是我儿啊！
孩儿曾经贪心，犯下大错，让父亲失望了。但是孩儿一直想做父亲的骄傲，而不是累赘。绝不是四师之后养出来的废物！都给我起来，随我去太微山。父亲的传音飞鹤。陈许，追的是。停下！速速！为何听不清？难不成父亲那边出事了？少主，出了何事？父亲那边恐生变故，我们现在立刻赶往五峰山。走。是。教，带我去找那簇灵火。痴心妄想！既然如此，司马家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待我父亲找到这里，你必死无疑。这庚辰仙符必定是我们施家的。不能杀了你为雪儿报仇，是我唯一的遗憾。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暗雪是施千缕杀的，跟我们师祖没有半点关系。绝对不可能！这一切都是司马教的错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！刚养好一点，又流血了。无妨，方才你做得很好。既然动手了，更应该练一练。
杀了他。不要吧，我不要。司马娇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厮守？找死！你的情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不要！不要！你为何要这般与我置气？我说了你也不理解。我的确不解。那施真旭对我们心存杀意，又那般羞辱你，我才要你亲自动手。我知道你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会被人杀的环境中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我也想坚持不到绝境不杀人，这不行吗？庭砚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那你想如何？我从来没有阻止或者强迫过你做任何事，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可对于我而言，从来只有想做和不想做，没有不能做。对我而言，杀人就是不能做的事。你可以不喜欢杀人，但不能不会，否则便是被人杀。从此我不想杀人，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见我？师祖，施真旭所行方向应是灵火之处。您今日转化的施家傀儡人，也已经在附近的灵山为您查探灵火的下落了。我也去查探一番。我同师祖一起去。不，你在这里护着他。
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我杀人了，我错了，能不能别这样对我？太吓人了，能不能别让我一遍遍想起来了？不行，我要去做点别的事情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，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见我？周围没有他的气息，难道他走了？师祖，他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庭燕让我不要跟着他，他只说要把雷鸣山谷抓来的衍生虫派上用场。闻起来这么香，我却一点都吃不下。司马椒，我之前在一本游记里看到说有种隐生虫能够钓飞鱼，我便偷偷收集了它，想着我可以为你钓鱼吃。那便一起尝尝。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因为这样一件事情，一直与我置气吗？如果你对我来说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祖，我是不敢跟你置气的。可你不是了，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在一起安宁的日子很是珍贵，我不该与你争吵的。这话说的我们好日子不多了一样。自然不是。下午没睡好，困。那便睡吧。庭燕，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
这天下之事，没有一件能让我畏惧。但我现在一想到你吃不好，也睡不好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稳住！别害怕，是梦。不是梦，这是我真实见过最恐怖的事情。我曾经在自己的灵府里见过尸山血海，也见过无间地狱，竟不知一个人会因为杀一只畜生而遭受如此折磨。你拿我的害怕当开眼界了？自然不是。这是什么？枕着这个入睡，凡是做梦，都会是美梦。这么神奇？这个枕头不像看上去那么个人，还挺舒服的。我今晚也进灵府陪你。这是什么香味？像是甜食的味道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来，大家一起祝师姐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啊！来，生日快乐！你们干啊，我随意。好，来，天颜徒儿，咱们把蛋糕分一下吧。好。哎，拿盘子，拿盘子，拿盘子。这个好。娇娇。用这个枕头调节好了心绪，就能继续在我的灵府里休息啦。
但是这上面为什么要雕一只野猪啊？野猪？这玉枕上刻的是梦墨，它能识梦。这是传说中的梦墨？区区梦墨，怎么还称得上传说呢？我没见过嘛。那等我归来，我带你去看梦墨。你今天有什么要事要忙吗？没错，去搞事业。我会吩咐念九在这里陪伴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踏进内府中心半步。好。这个璎珞项圈，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我寻来了雷氏之心炼化它。以后就算遭遇雷劈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坏。我们这才从雷鸣山谷出来没几日，你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练好了，厉害！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，即使是你遇到像诗千旅那样的高手，就算你躺着，对方用尽全力，也要打半天才能破坏。那破坏之后呢？在那之前，我就会找到你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没人能伤得了我。瞧给这祖宗厉害的！啊？我是说，你最厉害了。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我现在心里很平静，你应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不用听，我能猜。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你身上还有另一缕司马氏的血气，是那供养灵火的人让你带我去找他。如此强大的结界，看来那灵火便在里面。
血雾阵。用凤山血脉浇灌出的血池，看门狗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进来。你是何人？娇儿，来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那次灵火果然在此处。我的娇儿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司马氏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原来你没有死在白鹿崖大火中。看来娥儿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将灵火与你相融了。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很欣慰。我带你出去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也不是为了要出去。我这残破的身体，也不可能再出去了。我在这儿苟延残喘的等你，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飞升诅咒，令司马氏人丁愈发凋零，流着珍贵血液的我们，从统领者日渐沦为八大宫的工具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全然失去了自由。八大宫为了诞下更为纯粹的凤山血脉供养灵火，逼迫我与你母亲结成夫妻。不久之后，娇儿你便带着最为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降生于世。看到如此纯粹的血脉，八大宫贪婪愈盛，得寸进尺，想让我们诞下更多血脉，遂将我与你母亲封印在白鹿崖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
我本想和凤山灵火融合，以便获得那强大的力量，来终结八大宫的阴谋。然而灵火威力强大，我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痛苦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疯狂。最终，我只能放弃。如此痛苦，你却依旧选择让我来融合灵火。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呀！你有着罕见而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，定能承受灵火，成为破解飞升诅咒的第一人。但融合的过程中，我们便发现，你血脉太过纯正，需以更强盛的灵火与你融合，否则，灵火会在融合过程中被你的至纯血脉吞噬干净。后来，我便和司马一族的族人共同做了个决定：若我们死得其所，能让娇儿成功将灵火融合，那八大宫便再不敢进犯我司马一族。没错，我们愿意为娇儿融合灵火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司马一族不愿再任人宰割，满足八大宫的贪欲，于是决定共同以血养火，养成那足够强大，能够被你融合之火。然而，血祭一旦开始，我们便发现，那灵火仿佛无底洞，100余位族人前赴后继，血祭身亡，却无一人放弃。最终，我们族人用尽了全部的血脉，终养成这世间最强盛的灵火。牺牲全族人的性命，让一个孩童背负如此沉重的命运，该说你们是可怜还是可恨？如若让我们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们依然会走这条道路。那你又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怕八大宫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便装疯放火，让他们以为我是发疯放火，杀了所有族人。而为你融合灵火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需要你母亲为你炼化灵火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便会在这一刻结束。死了，不好！司马恶呢？白鹿崖大火时，施家安插在八大宫中的眼线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于是将我从白鹿崖偷偷带走。原本施家的确是想救我，但我被救出以后，急于想要找到你，让施拥有从我这里获知了破解飞升诅咒的秘密，这引起了他的贪欲。施拥有伙同他的弟子石千缕，从白鹿崖偷走了一小簇即将熄灭的灵火分身，以我的身体作为灯芯供养。同时，施拥有与石千缕暗中打造了百凤山，收集凤山血脉，以血来培养你这簇灵火。没错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，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一族只剩下我一人。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10000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
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，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千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你能如愿了。莫非司马教这一遭会发生什么意外？呸！哪有自己助自己道侣的？他那么厉害，能杀他的人恐怕还没出生，哪怕受点小伤，也不会有大事的。要是流光镜还在就好了，也能让娇娇给我报个平安。朱灵，念九。朱灵，念九，平爷，抓住他！叶公主，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这仙界，只有我认得你的极寒痕迹。近日你修为大涨，那痕迹也越来越清晰。那我还得谢谢你，现在才来抓我。掌门有令，若捉不到司马娇，务必要将这个廖廷彦带回去。平爷，找死！叶公主，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？你一个小小的弟子也敢质疑我？是掌门是让你们监视我，但没有让你们命令我。我做什么决定，无需向你们解释。还是快办正事。带走。走。你们放开他！体验，放我出去！朱灵，你快放了廷烨！朱灵！啊！我的灵火！你终于来了！你揉了我的灵火！我们几百年筹划的大计，竟让你得了利！司马娇！你这个卑鄙的、该死的混蛋！过奖了。
司马教伤我女儿，让我饱受痛苦，我要让他也承受此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竟然有极强的防御，我竟伤不了他。月公主，大敌当前，不要冲动啊！月公主，今日若是谁想毁了这件捉拿司马娇的工具的话，我只能将它视作破坏八公大计之人。叶如莲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哦，你到现在还与廖廷燕惺惺相惜吧？月公主，现在不是谈私仇的时候，我们得干正事啊！日公主说的有道理，各位公主，事不宜迟，摆阵吧！还请立即通知师长们人已带到，让他速速将司马娇引至太玄峰。氏一族的血造成的血池，也将毁于司马氏一族的血。石千缕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听。师氏一族所在的灵山、祭神庙、祖墓，你的掌门太玄峰，都会变成一片火海。从今往后，你们的所有灵山和你们偌大的师氏，都将不复存在。石千缕，看到自己苦心创造的一切被毁掉，滋味如何？司马娇。你一直在策划这件事，你会后悔的。
我！我说过我不愿伤害你，快走，一起走。不行，石千里为了逼迫我，将我的族人逼来此处，我得和他们在一起。啊，小心！这也走不了啊！